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是什么让赵丽颖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？王思聪愿意一辈子保护赵丽颖。是什么让身价30亿的赵丽颖愿意放弃儿子的抚养权？公司的第一次离婚是和冯绍峰离婚，赵丽颖并没有像大家喜欢的那样撕毁前夫，而是主动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，让事情能够平静地翻身。公司的主要重点是开发新产品，这是公司的新产品。但面对这些问题，赵丽颖并没有回避原因，而是用简单的9个字表达了自己的苦涩。他的经济状况比我好。冯绍峰被称为圈内富二代，他的父亲是上海纺织业的巨头，旗下拥有多家公司，产业遍及沿海各大城市。冯绍峰作为家里的独生子，是家族企业的唯一继承人，所以从小就被宠着。另一方面，赵丽颖被称为农村叛乱的典范。中学毕业后，她不得不外出谋生，给美容院发传单，做餐厅服务员，为销售公司做文员。可以说，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平等。消息人士称，赵丽颖的婆婆对她不是很好，对赵丽颖的农村出身不屑一顾。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的时候，强势婆婆积极争取孙子的抚养权，在当时赵丽颖没有比让步更好的办法。赵丽颖从离婚后参加的综艺节目中不难看出，赵丽颖经常情绪低落，在节目中一直强颜欢笑，让网友看了心碎。不过好消息是，赵丽颖现在已经适应了。今年7月初，她甚至现身河北石家庄，出席了河北省影视美术家协会代表大会，并担任了名誉副会长。这次头衔的改变，无疑将她的社会地位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。赵丽颖做事总是低调生闷气，这是她一贯的作风，也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。其中就有万达王子王思聪。王思聪曾表示愿意保护赵丽颖一辈子。要知道，王思聪以毒舌着称，哪怕不比金星差。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。赵丽颖到底是什么地方引起了王思聪的兴趣？这一切都始于他们共同的朋友林仁仁。拍摄《楚乔》时，王某过来探望林，惊讶地看到赵丽颖搭档。向来正派的赵丽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热情地招呼王思聪，因为他专注于自己的工作。王思聪虽然受到了赵丽颖的冷遇，却意外地对他产生了好奇。之后，王思聪也多次表示想和赵丽颖做朋友，并让朋友林仁仁做中间人帮忙联系，没想到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。赵丽颖，我们的王思聪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赵丽颖的拒绝让他更加渴望胜利。不过后来他从别人口中得知了赵丽颖的性格和经历，知道她一路走来并不容易，才将这份热情变成了无声的守护。他甚至在采访中表示，赵丽颖是他这辈子唯一一个他不会嫌弃的女人，如果有机会，他宁愿一辈子守着她。而赵丽颖也确实值得，因为赵丽颖一直是个很感恩很靠谱的人，因为自己淋湿了，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伞。赵丽颖从底层一路打拼到现在，但她的心依然纯洁，帮助别人一点也不吝啬。在《致富》的拍摄过程中，同一演员的孙坚被换成了一个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，因为他没有背景。赵丽颖得知此事后，在拍摄《强盗》时为他争取了一个角色，而在孙坚的努力下，这导致了一个既可恨又可悲的角色。张含韵虽然出身超女，年纪轻轻就成名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她的资源一直被压制，而赵丽颖也没有吝啬自己的资源，一有机会就推荐她。火了之后，赵丽颖也拿到了大品牌的橄榄枝，公告爆满。但是当包贝尔突然邀请她客串的时候，赵丽颖还是没气，愿意抽时间帮忙。她从农村出来，一路走到了现在，这不简单。积累这么多粉丝也是很不容易的。她一直在努力向大家展示自己最坚强、最正能量的一面，
如此励志正能量的正能量偶像，谁不爱呢？虽然和冯绍峰离婚后，他放弃了对儿子的监护权，但这也是为了儿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更好的家庭教育。因为冯绍峰比自己有钱，他放弃了抚养权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，不负责任。她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母亲。总的来说，赵丽颖有着非常真诚善良的一面，我们可以在她身上看到很多好的品质，像她这样的优质偶像已经不多了。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。是的，如果你对此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02好消息，陈晓、王一博主演的《冰与烈火》进军韩国市场。脱下警服，潜伏在前线，缉毒路上，危险无处不在，警匪较量，走在刀尖上，为生死而战，为的是还原世界到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。我想，只要你是中国人，每个人都会打心底里希望国产剧能够传播，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今天的好消息是，陈晓、王一博主演的刑侦电视剧《冰与烈火》将由韩国购买播出。这也证明了一件事，这是一场好戏。好剧大家都喜欢。我们两个帅哥陈晓和王一博也开始了他们的出国之旅，让这些思密达好好看看。我们两兄弟的演技还是很有魅力的，一旦他们认真的进行锻炼，那些 OPUS 就只能坐在冷板凳上，呸，冷水机。这部剧充满悬念，90%以上的观众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部剧的魅力，当他们开始坐下，除非节目结束，他们的臀部现在都抬不起来了。我时至得知有几个粉丝在厨房煮汤，但他们在看节目时忘记了厨房。等他们想起汤快干了，我就提醒，看戏没问题，但要注意安全。情节一一联系在一起，让人感同身受，就像剧中的世界一样，观众会继续为之着迷。当他们看完所有的剧集，却发现要等几天才能有更新时，他们都喊着有蚂蚁在他们身上爬，他们受不了了。坐在我前面的女同事一开始没看，就说剧情有点慢。要不是王一博和陈晓根本不看，下一秒就要被扇耳光。这些女的现在专攻优酷 VIP 追这部剧，天天抱怨看不够。尤其是看到王一博哥哥和陈晓出现的时候，眼睛都瞪大了，再不用力扶着就会掉进电脑里。嘴巴再好，身体还是很老实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旁边的男同事很痛苦，我没办法。坐在他对面的女神根本没心思理他，他的大眼睛里住着王一博哥哥，又一个女神住着陈晓。看到他整天皱着眉头，我们其他人都摇头叹息，这辈子没有希望，下辈子努力多做点好事，长得像王一博一样帅。我们可以看到王一博在横幅上的眼神已经消失了，向人群展示了一种认真和发展的感觉。这一刻的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最基本的小警察，而是一个破案的大刑警。在剧中，王一博饰演少年警察陈宇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愚蠢、轻率、迷茫、乱七八糟，但经过多方面的接触，他已经长大成人。目前不要轻率，此时不要草率，而是要弄清楚如何思考和调查身体问题。更何况，这个巧妙的辨人，分明是王一博演的，格外的丝滑流畅，丝毫没有想象中的僵硬感。对王一博演技的一大褒奖，超越了我们所有的假设，他是真心的在努力，不断的向着一条优秀的演技街走去。我身后的几个同事看到这出戏令人振奋的部分时，大声喊叫，桌子上鼓掌，好像他们正在骑一场激动人心的旅程。心念一落，众人的眼里都是一样的，王一博变好了。这张图是剧中出现的场景，个人直接着火了。那么，我很勇敢，我尝试射击。这也说明柜台要警的制作难度很大，风险无处不在，值得我们大家尊重和喜爱。同时，也正是因为他们想了1秒拍戏和演戏，才拍了这部戏，对吧？
思密达将前来索取版权。有些人一直觉得王一博的师兄只适合演蝴蝶，而这次他用自己的活动来说明一个问题，在他面前，作为一个综合艺人，他可以应付任何捣乱风格或巨大的刑侦风格。在此，预祝陈晓和王一博两位男神未来进步不凡，让思密达和全世界看到我们的电视剧在情节、能力、演技和魅力方面都不害臊。给本土展览一个短暂的时间，我相信最终会构思出震撼世界的艺术作品。敌视镇静警察很难，但我认为主要是不要沾染毒品。一是伤害自己，二是让家人苦不堪言，三是伤害大众。不管多久，每个人都没有接触到他们，并在他们遇到他们时报告他们，越来越少的人会接触到毒品，直到他们消失。各位亲们，动一下手，类似一向前，为男神冰与渔火扎根，加大力度。